这个男人摘下自己的手表作为赌注，准备和这里的赌徒切磋一下手艺。结果男人运气爆棚，很快就赢到了一大笔钱。可就在男人准备拿钱离开的时候，赌场的老板却不愿意了。他示意手下给男人点颜色瞧瞧，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男人竟然凭借一己之力将赌场内的壮汉全部打翻在地。知道自己不是男人的对手，于是索性直接服软投降，让男人尽快拿钱走人。好在男人也不想在这里多做纠缠，一把将钱攥在手里后就转身离开了这里。男人叫弗莱克，是一名刚刚退役的美国大兵，因为之前在战场上曾亲眼目睹过战友的惨死，所以近段时间以来，弗莱克的心中总是惶惶不安，痛苦异常。眼下他也只能够到处漂泊流浪，试图去抚平自己内心的创伤。从赌场离开之后，弗莱克去了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过夜，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推开门发现来人他并不认识，于是便准备推脱着离开，结果对方却开门见山地说很欣赏弗莱克的格斗技巧，希望弗莱克能和自己联手，一起去周边的地下拳馆里打拳挣钱。 You don't like what I have to say. If you're not interested, then hey, I know you don't know me, but I know fighters. If it were to be exploited by the right person. 弗莱克听后表示自己不感兴趣，但老黑却说自己昨晚在赌场里见识过弗莱克的身手，如果弗莱克愿意去打拳，那么一定能赚到很多的钱。弗莱克听后有些动摇，这时老黑继续说道，他可以先带着弗莱克去看看地下拳馆的拳手们都是怎么比试的，如果弗莱克感兴趣，那么再考虑答应自己的请求也不迟。弗莱克跟着老黑一起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农场里。 You know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Wait here. Okay, no more bets, assholes. No more bets, pendejos. That's it. 这里正在举行着一场拳击比赛。 The guy at the hospital afterwards is the winner. There are no fucking rules. 只听裁判员大金链一声令下，两名拳手就厮打在了一起。因为是地下拳场的黑拳比赛，所以并没有什么规矩可言，谁先将对方给打趴下，谁就算是获得了胜利。 Okay, and now for all who are already broke and destitute, we know some of you are eager to put your money on this guy. Today, I'm gonna give you. 弗莱克看着这场毫无技术含量的格斗比赛，叹息的摇摇头，就准备离开。可这时，裁判员大金链却在身后嘲讽地说道。弗莱克被大金链的话刺激到，一瞬间就想起了曾经战场上的场景，于是他愤然转身脱掉上衣，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场拳击比赛。而这次弗莱克要面对的对手是体重高达200多斤的肥龙。可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弗莱克仅仅2个回合就将肥龙给打翻在地。Hey up. Come on. 赢下拳击比赛的胜利后，弗莱克如约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奖金。远处却突然传来了一阵警笛声，拳馆内的人四散而逃。而弗莱克也坐上老黑的车，迅速离开了这里。一路上，老黑都在劝诫弗莱克说，只要他愿意和自己联手，那么像今天这种打拳赢钱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很多。弗莱克听后当即就点头答应了下来。当天晚上，老黑就开车将弗莱克带到了自己的家里，准备让妹妹妮可好好的做顿饭，款待一下这个新认识的朋友。结果老黑和弗莱克刚刚到家，就看到妮可的男朋友胡子哥在门口殴打妮可。老黑见状立刻冲上去将其拉开，并厉声呵斥着将他赶了出去。胡子哥从老黑的家里离开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寓里休息。可是很快，他就被一名壮汉给叫了出去。I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give a fuck. Let's go. Let's go. 原来这个胡子哥是当地黑帮老大丧彪的手下。前段时间，他负责帮丧彪转移一笔钱财，可是最终这笔钱却不翼而飞。丧彪对此很是愤怒，下令胡子哥尽快找到这笔钱的下落。胡子哥思来想去，最近这段时间自己只去过女友妮可的家里，所以这才深夜前往，发疯一般的在妮可家中翻找，看看是不是将那笔钱给遗落在了这里，依旧是毫无收获，所以这才愤怒的抬手打了妮可。如今胡子哥被带到了丧彪的面前，可他依旧没有找到那笔钱，吓得瑟瑟发抖的胡子哥央求说，希望丧彪能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他肯定那笔钱是女友妮可偷藏起来了。可胡子哥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人直接开枪爆头，惨死当场。
开枪的人名叫短发姐，是当地警察局的警长，但是暗地里却和丧彪勾结在一起，干着一些鲜为人知的肮脏勾当。而被胡子哥弄丢的那笔钱，正是丧彪曾经承诺给短发姐的好处费。丧彪掌管着当地所有的地下拳馆，而短发姐则利用职务之便，给丧彪提供了无懈可击的保护伞。两人相互配合，彼此分账，一直都是很好的生意伙伴。这天，老黑找到了丧彪，希望能介绍弗莱克前去丧彪的拳馆打拳，但丧彪最近事务缠身，根本无暇顾及拳馆这些杂事。可老黑却说，弗莱克实力超群，如果让他来打拳，那么肯定会吸引一大批的观众前来围观，到时候拳馆定会赚得盆满钵满。就这样，丧彪被老黑说动，同意让弗莱克前来比试。Thank you. Set you up one fight. 3-1. You wouldn't know. 隔天晚上，弗莱克就在老黑的带领下走进了这个八角铁笼之中。You think you got what it takes? Well, it's 5-1 or I'm gonna walk. This guy. I'm down with it. 和他比拼的是一个光头壮汉。That's fucking fun! Come on! 此人出招狠辣，拳拳到肉，但是弗莱克却丝毫不慌，只是简单的一个肘击加上勾拳，就轻松的 KO 了对手。弗莱克就想拿钱走人，可丧彪却及时的叫住了他。丧彪告诉弗莱克，如果他愿意再来打一场，那么比赛的奖金就会翻倍。弗莱克被说的有些动摇，再加上老黑在一旁的撺掇，最终他决定重返拳击场再来一局。You got a deal. Where and when? Do it. 这次弗莱克要面对的是一个纹身男，此人最擅长的就是近身搏斗。弗莱克被纹身男打得节节后退，一时间竟毫无还手的机会。突然，他猛地挣脱了纹身男的束缚，然后连续的几发直勾拳，瞬间就将纹身男放倒在地。这场比赛过后，弗莱克名气大噪，老黑也从丧彪的手里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奖金。Lion share. Wow.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And this is real talk here. Why I'm in LA? Yeah. It's a family thing. Nobody was here for it. Sorry to hear that. Anyway, I'm gonna get her a headstone. That's why I'm in LA. Maybe that's why you met me. Maybe. 可就在两人对此欢呼雀跃之际，短发姐却带领一队人马闯进了老黑的家中，然后丝毫不顾及妮可的阻挠，开始强行的翻找胡子哥口中的那笔钱。Keep looking. 但是短发姐等人，即便是将老黑的家翻了个底朝天，却依旧没有发现那笔钱的下落。You're a smart woman, Rachel. Your boyfriend Stan. It's in your best interest to find the money. There's never enough time. 无奈，短发姐只好带领人马重新回到了警局之中。等到弗莱克和老黑赶回家的时候，只看到了一片狼藉的惨状。妮可告诉二人说，刚才有名警察带人来了这里，说是要查找什么拳击老板遗落在这里的钱财。老黑听了妮可的话后，觉得肯定是丧彪在背后捣鬼，于是当即就开车来到了丧彪的住所。What the fuck? They fucked up my house. 质问他为什么要来家里闹事，可丧彪却告诉老黑，这件事并非是他所为，
而是幕后大佬要彻查的。丧彪劝诫老黑最好乖乖的交出这笔钱，否则幕后大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老黑听了丧彪的话，愤然转身离开了这里。Mom, if you want to level up. 回到家后，老黑告诫弗莱克不要参与此事。虽然他也不知道胡子哥是否真的在自己的家中藏了钱，但是听丧彪的语气，这件事一定不简单。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弗莱克又怎么会对老黑的事不管不顾呢？于是他提出可以多出去打拳来赚钱。第二天，老黑就又找到了之前的那个大金链，希望他能帮忙介绍全场去比赛。但大金链也早就听说了老黑和丧彪的瓜葛，哪敢私自带他去比赛呢？于是等到老黑离开之后，大金链就将这件事如数告知给了丧彪。What can I do for you? You want another shot? Word. Right. Max is desperate for another fight. 丧彪听了大金链的话后，竟然点头答应了下来，这让大金链也很是诧异。原来丧彪是想借用弗莱克的名声来吸引更多的赌徒前来观赛，如此一来，自己就能赚到更多的门票钱。Don't worry about it. She's gonna get you a cut. Yeah. And Sage is gonna get his too. 而对于这次弗莱克的对手选择，丧彪也是另有安排。此人名叫阿牛，和短发姐一样，也是一名黑警。如今阿牛前来和弗莱克进行比试，如果弗莱克输了还好，最多就是1分钱也拿不到。可如果弗莱克打赢了，到时候这件事就一定会被短发姐拿来大做文章，说什么地下拳手袭警之类的话语。总之，这场比赛是赢也不对，输也不对。但是弗莱克可管不了这么多。Tonight, these gladiators are fighting for good. They're fighting for you. 几个回合下来，他就将阿牛打翻在地。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阿牛倒地的时候脖子撞到围栏，竟然当场没了呼吸。Yes. 老黑眼看情况不妙，连忙拉着弗莱克趁乱逃离了这里。What the fuck just happened? Your boy just killed a fucking couple. 短发姐眼看自己的手下惨死，当即就呼叫了警局支援，并声称阿牛是卧底警察，在交涉中不幸被暴徒弗莱克打死。 He's a good fucking cop. He was one of us. Just make sure nothing comes back to haunt us. Let's keep 随后，短发姐就立刻带领一队人马朝着老黑的家中赶去，准备将弗莱克和老黑都逮捕入狱接受审查。与此同时，老黑的妹妹妮可在扔垃圾的时候，无意间在垃圾桶的后面发现了一袋子的现金，这让妮可很是震惊。 Shit, Mom, you could have knocked. You want to explain this to me? Shit? Ask that piece of shit that you're dating. Excuse me? Treats you. I mean, he had this money in the house, knowing that we need it, and then high all the time. I hate him. You don't deserve that. Sorry. It's my fault. Okay. 于是他连忙将这件事打电话告诉了老黑。老黑知道自己的家里已经不安全了，就赶紧让妮可收拾东西，自己马上就会开车来接他离开。We found the money. Just be ready to leave as soon as we get there. All right, bye. 可老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短发姐等人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并开始朝着老黑的房屋开枪扫射。过程中，妮可的女儿中枪倒地，老黑见状连忙拨通了救护车前来救援。 My niece has been shot. You send someone the hell down here right now. I'm her uncle. Just hurry the hell up. Breathe. 2 minutes away, baby.
弗莱克见此场景，知道一直躲避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便叫来了自己曾经的战友博伊卡，准备和丧彪等人决一死战。不久之后，博伊卡就带着一批枪支弹药赶到了这里。随即，弗莱克三人便带上武器，来到了丧彪的办公室之中。他们逼问丧彪为何要这么做，可丧彪却说这一切都是短发姐在背后搞的鬼。就在众人对峙的过程中，突然一伙武装的特警队员赶到了这里，他们不由分说开枪扫射，场面一下陷入了混乱之中。博伊卡率先打空了子弹，无奈他只好冲出去和对方开始肉搏。可怎料双拳不敌四手，博伊卡在打斗的过程中不慎被对方偷袭中弹身亡。而老黑也在混战之中被短发姐的手下开枪命中。就在这腹背受敌之际，短发姐也持枪走了进来。她先是开枪打死了丧彪，避免日后自己的事迹败露。然后又以老黑的性命作为要挟，逼迫弗莱克乖乖的举手投降。All right. How you gonna get out of this? 危急时刻，老黑忍痛拔出手枪，直接一枪打死了短发姐。Fuck. You are all right, man. Sorry, bro. All right. Hey, Duff, come on, man. We gotta go. 电影的最后，警方赶到现场了结了这一切，老黑一家被带去了医院进行救治，而短发姐和丧彪的死则被报道成了为了逮捕穷凶极恶的赌徒。警员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的桥段，弗莱克并不想理会这一切，转身继续踏上了他的流浪之行。